芒果 TV 的朋友，大家好。芒果 TV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吴越，这是周雨彤。那肯定是非常好的。我其实之前就夸过雨彤，因为我对她的评价就是，她其实对我来说，她非常非常年轻。当然，对20岁小朋友已经不年轻了，是但对我来说，刚出生的比非常非常年轻。但是她，我觉得她的就是，人家都说有这个商那个商嘛，有情商，对吧？那我们演员可能有眼商，我觉得雨彤的眼商非常成熟。我其实有一场戏我还真很有印象，就是这是我，就是建立就是雨彤刚才我给她的评价，我自己不认为过，是真的是从那场戏我突然有这种感受，是有一场戏就是我跟她吵架，就是吴丽梅跟顾云苏吵架的非常严重，然后外婆来救驾，然后外婆敲门，然后她看到外婆，然后她说，因为她跟外婆非常亲，然后她就抱住外婆。然后他抱住外婆之后，妈妈在他的对面，那妈妈也出来开门看谁来了，就那一下，就是说其实我们是没有台词的。然后雨彤抱着朱茵老师，然后我看着他们俩，就他看到外婆的那个眼神的那个委屈，然后再看我的那种，就那个东西，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对。这个是没有一句台词。我说当时我其实是给你点了很大的赞，我说好会演戏啊，周雨彤小姐。因为月姐是我非常想合作的演员，然后这一次能跟月姐合作，我就本身就是怀着那种很激动的情绪。没有，她很喜欢我，这是真的。但是月姐也特别好，因为我在里面比较特殊的一点是我要演就是妈妈年轻的时候嘛。所以关于这个部分，他真的是手把手的，就是跟我去教，跟我去聊。然后包括你当时说的那段话，我就特别喜欢。你说演员演戏要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。然后对，包括月姐她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嘛，她就不会去说一些很公式化的东西。所以她跟我去聊这两个人物的感受的时候，她就是说，哎呀，你就像个乐器一样。顾云苏就是一个大提琴，然后吊儿郎当。然后你演梅梅的时候，哎，就很脆，就是噔噔噔，然后他就是我到现在都记得，就是非常准确的告诉我这两个角色应该怎么去区分。外婆跟你吵架，然后呢，你跟她嚷嚷，我跟你嚷嚷，然后我们三个就跟食物链似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个拿一个，一个拿一个那种，那个我还觉得挺可爱的。我觉得都会有点像，其实你说真正的母女关系是什么也不好说，也没有一定的。有的时候妈妈像妈妈，有的时候妈妈会像女儿。我也看过雨彤跟她妈妈在一起，我觉得她妈妈很像她女儿。所以就是说，其实母女之间应该是她的关系有的时候是丰富多彩的，随着这个事情的发生，其实有的时候不一样的。其实非常非常多。我觉得观众是能看得出来的，就是你有是按词儿演的，还有就是说有些东西都是非常，因为即兴的东西它有一个特征，它是非常放松，还有它是灵动，其实它可重复性不太多，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戏好像这个质地还是蛮多的，我觉得是吧？因为我觉得180它还是比较偏轻松喜剧，那喜剧的东西如果每一遍都演的一样，其实我们就演不出来什么花样了。喜剧还蛮难演的。对，所以可能每一次要保证对手的节奏，就跟踢皮球一样，比如月姐给我踢一个新的球，然后我就再给她还一个新的东西，所以她就得一遍一遍这么来，所以每一遍她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。哎，我有一场非常爽的戏，就是我去，就是吴丽梅离家出走，然后在那个酒店，她在酒店，月姐当时演得很好，就是因为她其实是一场有很搞笑的一场戏，但是她要委屈的哭出来，其实这种东西是很难的，因为走心的哭，其实大家情绪上来了，那个眼泪就很自然而然的，它是一种情绪的外露嘛。但是你要是在搞笑的这种
语境里面、这种场域里去哭，其实对演员来说挑战蛮大的。所以那场戏呢，而且我又全程是负责在那，就是咱俩就跟一个捧哏一个逗哏，你知道吗？跟讲相声似的。是，我就一直在那逗他。对。但是月姐就是完全没有被我的这个影响，她就是条条都能哭出来，而且条条都可委屈了，然后哭得又可爱，然后又很真。然后让你在旁边看着的时候，又觉得他可怜，又觉得他可爱。因为我觉得那一场我学到了。其实这场戏最先哭的人不是我们俩，是导演，因为我们在围读剧本的时候他就哭了，在念剧本的时候他就哭了。当时我们都有点尴尬，说导演怎么那么投入完了以后，所以等到大家都认为这是这个戏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桥段，要去表达，因为喜剧其实不是说逗乐，它其实还有很深情的部分。那这个段落是来担当深情的那部分的，所以我们大家出了很多的主意，怎样做才是最好的。如果你说你也哭了，那我们就很高兴。他可以，他特别擅长。是我们剧里面的那个拍立得，让他来吧。我们几乎所有的拍立得都是他拍的。因为我演青年无理美嘛，我经常会到后期的时候就跟月姐在那里抱怨撒娇，我就会说怎么所有的苦都是我吃的。顾云苏对吧？失恋失业，然后每天混得很惨，然后各种被虐，然后那个年轻的吴丽梅也是哇，各种打工啊拼啊，然后这样那样的，然后还天天被朱茵老师在里面打呀骂呀什么，全都是我。然后到他这儿了，朱茵老师开始爱他了，然后开始宠他了，然后熊熊也爱他，然后顾康琪也爱他。然后我说在我那会儿，我说怎么所有的苦和打都是我，然后月姐这边就是天天就是幸福，然后胖，然后那种。其实我的心目当中，我认为这是一个人的成长，就他碰到了顾康琪，就是顾康琪跟他之间的人物关系，然后给他带来的所有的影响生活的啪啦啪啦。那他碰到李健雄了，当然人不一样，他就碰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但是我觉得吴丽梅本身，她48岁，她坚持说我要把怀着这个孩子生出来，这件事情是蛮厉害的。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下定这个决心的。所以我不认为用传统还是先锋这4个字来去说就吴丽梅这3个字，因为我认为我们还是辐射的东西很丰富，没有那么单一，我觉得。那青年吴丽梅先说。我觉得其实顾云苏和吴丽梅身上都有一些比较任性的地方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他们坚持的，对，但是我觉得这种任性，当然他会有好的一面，也有不好的一面，但是我觉得他们俩很勇敢的地方是，他们都会为自己的选择买单，就不管这东西好也好，不好也好，他自己买这个单，所以我觉得这种勇气还是我比较欣赏的。是我同意雨桐的看法，因为而且这个话题其实广泛一点，谁又不是呢？男孩子也是，女孩子也是，大人也是，小孩也是，都是一样的。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性格上，他有这样的一个光辉的地方，发光的地方，我认为他不辜负，就是怎么讲，生而为人就不辜负了嘛，我觉得啊。我当然会建议他从爱自己入手，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，而且一定要知道什么叫爱自己非常重要。不是吃好的、喝好的、穿好的就叫爱自己，真的远远不是。这个了解一下这件事情，我认为对自己是有贡献的。我觉得从爱好开始，
因为我觉得好多人不知道自己可能喜欢什么，但是呢，这个找寻的过程其实也是很有意义的，因为大家可能有时候做着一些自己其实并不那么喜欢的事儿，然后结果做的不太好，就认为自己哎呀没有天赋啊，然后觉得自己好像一事无成啊，但其实不是你不行，而是也许这个东西你真的不喜欢，所以找到自己心中所爱的东西，我觉得可能比较重要。你可以的，来吧，你先来。我真不行，藏头诗，藏头诗呀，我得多有学问呢。哦，我就说一个吧，我觉得我妈特别可爱的是，我觉得我妈会跟我说一句话，就有一次走的时候，我没有抱她，然后我妈下午的时候就很委屈，给我发了个微信语音说，你为什么分开的时候都不抱抱我？小公主。对，我这样吧，因为我今年已经53了，我这个妈言妈语，我们家已经没有这个习惯啊。我希望我带一个祝福吧，今天也是元宵节，我想祝福天下的妈妈都爱她的孩子，然后我也希望所有的小孩子们爱他们的妈妈。我觉得大家都是温暖的一家人，我祝福天下所有的妈妈和孩子们。不能，紧张，你再问下去，我词儿都要忘了。你赶紧放我们走吧。一个都别想逃，上才艺。愿你的眼角带着笑，带在我最美好的祈祷。愿你的亲热又年少，永在我最美好的祈祷。妈妈化妆，准备春日出逃。那肯定好了，不用点评了，我们就演一下就完了吧？行，这有经典的 pose， 你不要不自信，要坚定。啊？是吗？可以，非常是不是？非常像。雨桐好像在预告里面有一个什么，在蹦迪的那个地儿，干啥来着？就是蹦迪，就说了个词儿还是什么？还是我要突然杭州女舞王，后来闭麦了是吗？突然你有一个动作就是特别韩剧，反正我觉得，我学不来。算了，我肯定没有他行，就是我承认我败了。没有，你还是会学我平时那个劲儿，顾云松那个劲儿的。那我就对着镜头说一个比较实际一点的吧，因为我们180天重启计划也要播出了，然后希望观众能够通过这部剧感受到爱、欢乐，然后也知道如何去爱家人。那我就许愿180天重启计划能够受观众们的喜欢，然后呢，也能够看完这部戏，能够爱自己的妈妈。没有，因为我们当时就是说好了，只要大家有时间，然后七斋的任何一个人演的剧，我们都会努力的飞过去客串，然后所以刚好这一次就是正好大家时间都凑上了，就码齐了之后就说他们说那就来玩一下呀，然后但其实有几个孩子还挺辛苦的，因为他们第二天还有工作，但就那也是坚持要来，所以我就特别感动。然后但是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紧张，然后当时我们的韩老师他们还在写180后面的剧情，所以就是有点分身乏术在给他们写彩蛋。然后李默就说你写吧，说反正你顾云苏也是个编剧写手，说你就当体验生活了，然后你又很了解这几个孩子，然后他们怎么说话的方式啊、语气啊，然后我说行，然后我就在群里面征求他们的意见，我说你想演个什么样的？你想演个什么样的？我给你这个人设怎样，给那个人设，然后苏晓东就说我要当个 rapper， 然后我说可以，然后所以从服装到那个他们说的词儿内容。就都是我那2天基本上，你看我在戏里面不是有时候会对着电脑打字吗？基本上我都在写这个。
但其实因为我给他们，我比较了解他们说话方式，然后就是写完，然后还给编剧老师看，编剧说可以，你们就这么演。所以我们这个剧真的很欢乐，然后自由度非常非常大，大家关系真的非常好。